印度最近发生了一起重大火车相撞事故，3列火车撞在一起，造成了1000余人伤亡。然而，对于印度来说，这样的事故只能被称之为日常。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前段时间，号称世界第3的印度发生了一个特别惨烈的事故，3列火车在印度奥里萨邦巴拉索尔地区相撞，伤亡1000余人。截止到稿件写完为止，这次事故已经造成了288人死亡，802人受伤。印度不是有着全世界最发达的铁路系统吗？怎么还会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呢？首先，我们来看看事故现状。2列火车相撞，你说是意外，可能性也是原有的。毕竟印度的世界最发达铁路系统，很多道路因为印度国内的经济问题，只修了一条铁路，纯的单行线。这就导致相向而行的2列火车必须要有着严格的时间把控要求，才能做到依次通行而不会发生事故。然后根据印度方面给出的事故调查原因，初步判断是调度设备中心 TDCS 由于系统老化出现问题，再加上电子连锁装置故障，导致这次悲剧。单行线的事故就比较复杂，如果来往车辆车次很多，那么调度任务就会非常频繁。这时候 TDCS 系统发生故障，印度直接人眼调度。印度铁路网先进不先进我不知道，但规模那肯定是真的庞大，只需要一个眼花就能酿成非常重大的事故。但问题是第3辆火车是怎么撞上去的？这玩意儿我是真的想不明白。明明已经有2个火车撞上去了，为什么还有第3个火车对着事故现场飞奔而去？答案很简单，因为印度人不在乎。在2辆火车相撞之后，印度人没有控制和保护现场，不知道前方道路发生事故后的印度火车直接对着事故现场一脚油门怼了下去。其实这种事情在印度已经是常态了。就在最近，还有一个火车司机因为开车的时候开过站了，直接现场倒车1公里回去接人。这种行为在中国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他能活到今天，简直就是印度梵天大神保佑。根据海恩法则，每一起重大事故之前都有29次轻微事故，轻微事故背后有300次未遂事故，未遂事故背后有1000次安全隐患没有处理。在印度，这种违规行为简直就是司空见惯。印度拥有着全世界第4大的铁路网，但是有着全世界第2高的铁路事故率。这几年，印度一共发生了9次严重的火车脱轨或者是相撞事故，造成了超过2500人直接死亡或者是受伤。属于轻微事故的脱轨，每年至少要发生40次，这还是2019年的数据。然后铁路保养状况更是悲剧。根据联邦统计员的调查，印度的轨道评估状况存在有 30% 到 100% 的检测不足问题。印度历年来发函俄国的1129起脱轨事故，有超过1/10的都是因为铁路维护不足引发的。当然，即便如此，印度的铁路事故率也才不过是世界第2，事故率世界第1的是美国。目前从1990年到2021年，美国一共发生了54539起列车脱轨事故。平均一下的话，就是美国的铁路事故发生率是平均每2周就会发生4次脱轨，或者说是每天3起，年均事故1700多次。而且之前还给大家整过一波大的，就是在俄亥俄州发生的毒列车脱轨事件，更是给美国带来了极为严重的恶劣影响。这2个国家，一个是未工业化的国家，一个是后工业化的国家，纯属是卧龙凤雏了。所以印度和美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他们的铁路如此破旧不堪？究其原因就是铁路私有化。美国铁路运输安全事故之所以频发，主要原因之一是该国铁路基础设施整体处于较差水平。究其原因就是自从奥巴马时代之后，美国就逐步停止了对铁路企业的监管，而美国的大型铁路企业只重视盈利，忽视各种安全隐患。在各种安全措施偷工减料，
这才导致美国的铁路变成这个样子了。至于印度那就更彻底了。1990年，印度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了国有铁路，但是在苏联解体后，印度第一时间进行了私有化铁路改革。当时他们为了推进改革成功，痛斥印度国有铁路的低效亏损，应当由私人来运营。结果10几年过去了，印度铁路部门不仅没有得到想要的盈利，甚至还带来了如此巨大的事故隐患。其实回忆一下，我有时也会觉得毛骨悚然的。就在15年前，各路学者、专家、教授、知识分子都在疯狂吹捧印度的铁路改革，各种贬低高铁和中国铁路部门的文章连篇累牍。但是我国顶住压力，一直发展国有铁路，直到今天。到今天的中国，有着全世界最强大的高铁网络和最安全的火车管理系统。如果当年中国没有顶住压力，真的走了和印度铁路改革一样的道路，今天我们还能不能看到高铁的喷翅，那就是另一件事了。